够狠的，颅骨都砸碎了。彭队，死者叫黄小玉，37岁，是新东方大厦的售货员，就住在这栋楼的2层。您看，这个是现场发现的。有了这张纸条，基本上可以排除流窜作案，看起来好像熟人干的。喂，我是彭亚飞。好几年没跟我联系了，在哪儿高就呢？杨雪呢？哎，你们儿子1岁之后，你们俩就不理我了啊？小日子过得甜蜜吧？你说什么？好，我一定去。彭亚飞，告别仪式以后，我有话问你。彭亚飞，杨雪是怎么死的？怎么了，李大法医？你告诉我，杨雪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姐夫，小陆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老同学李景南，她是杨雪的妹妹杨露。你好。你好。小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彭帅的事就麻烦你了。那我带彭帅先走了。告别厅里还有其他的家属吗？走到这儿。彭亚飞，我以一个刑警的身份正式通知你：第一，不要火化；第二，等待解剖通知。李景南，你和杨雪在大学是最好的同学，你就忍心在她身上动刀子吗？你也是学医的，你自己看看，看看杨雪的脸色，你再看看她的眼睛，我记得她的眼睛的，怎么会突出这么多呢？可她的确是病死的。她怀彭帅那一年查出的心脏病，6年，情况越来越坏。死因是因为左冠状动脉严重阻塞，左心供血不足，而导致了心力衰竭而死。死亡的时间是凌晨2点，他刚过去，我见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连心血管医院的死亡证明你都不信，你还信什么？真相，我不能让杨雪带着冤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。杨雪是我妻子，
我不想让他临了还没落个全尸。彭亚飞，我从来都不怀疑你爱杨雪，但是你以为他这么毫发不损的走了，他就能瞑目了吗？他的灵魂就能安息了吗？哟，一个人在这享清闲呢？我说，到处可都等你汇报呢。宋队给你打电话也不接。喂，谁呀？宋成栋啊。对了，陈兵也找你呢。还是你同学那事儿吧，刘局不是都同意了吗？哎，是不是心里没底呀？哎呦呦呦！哎，我都告诉你了啊，宋队找你，宋队找你。马胜利，黄秀玉的丈夫，夫妻关系不是很好，经常为孩子的事吵架。案发时和同楼的几个人在12层打麻将。马涛，黄秀玉的儿子，14岁，在本市新华中学读初2，案发时在写作业。李春凤，黄秀玉的婆婆，68岁，家住跟桃园小区一墙之隔的柳林胡同。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不好，听说还动过手。案发的时候在自己家里边看电视。马新立，黄秀玉的小姑子，今年35岁。哦，景兰来了，刘局。局长，还是先听听他讲一下尸体检验的情况。凶手身高1.75米，体重65公斤。他用的是一把击打物的正面是2.5乘2.5厘米的铁锤。资料库显示，这种铁锤一般重3公斤左右。从伤口上看，应该是一把6成新的锤子。1.75米，65公斤，这里误差有多少呢？你信不过我？刘局，你看，李景兰已经把凶手的模样描出来了，你照方抓药吧。是。贴子的纸查出来了。哦，那得问叶玲儿。你真有把握吗？有。进来，要没有刘局出面，你根本拿不到尸体。万一出了错，万一出了错是我的。算了，错了我陪你上法庭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信你。我也信你。有雷，我顶着。谢谢局长。陈兵，你留在这儿。我帮你。杨雪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马兴丽是黄秀玉的小姑子。有什么新发现？胶水是文具店里能买到的普通胶报，但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。有2个字很明显是报纸上的，另外2个字是杂志和学生课本上的。结论太泛，我觉得还应该从纸上找。这种纸是书写纸一类里的打字纸，但是是一种质量很次的劣质纸。来看，这种印痕叫做云彩花，又叫做云状组织。
纸张中的纤维像云彩一样分布在纸张当中，它是一种纸病，它能使纸发脆、透硬、掉毛、掉粉。一般有这种外观纸病的厂家都按照废品处理。知道都有哪些厂出这种纸吗？离咱们京城市最近的郊县有5家，河北省有17家，都生产这种打字纸。算了，我别给你添乱了，慢慢查吧。景来，你计算的那个打击力度是180公斤到200公斤之间，这里边是不是有问题？有问题，当然有问题了。哎，那你让我怎么去查凶手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计算的不准确是吗？你魂儿根本就不在这儿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那个女同学是死于过量异强激阳地黄苷。对不起。陈队，杨雪得的是心肌梗塞，造成了轻度的心力衰竭。用药的时候应该加上强心苷，这种药里面肯定含有洋地黄。这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吗？是，可是洋地黄一旦过量，会造成脉搏跳动过缓，心脏收缩推迟，回流血液增加，造成心室所需要的氧气量减少，从而导致了心绞痛和心肌梗塞。发病的时候跟心脏病突发的症状是完全相同的。不做解剖就不可能发现血管中的药物残留和心脏的损坏程度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就详细描述过这种杀人方式。哪一篇呀？死亡约会。不过现在你没时间去读了。宋队，李铁来，我想再问你一遍，你给我的信息有没有失误啊？如果你给我的有误的话，黄秀玉的后脑被敲了2下，属于颅骨粉碎性骨折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侵犯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是劫财，黄秀玉脖子上的项链还有手上的戒指都没有动过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是劫色，现场勘查的结果也可以排除。对黄秀玉，我们调查了很多人，从她的同学到朋友，从邻居到亲戚，都说她这个人工作非常认真，待人忠厚，除了跟婆婆有一些小的过节以外，基本上就没什么缺点。可是罪有应得的罪字儿，从何谈起呢？这案子是你破是我破，尸检的全部情况我都给你了，破不了案子你跟我急什么呀？哎，我说2位打住，最急的在这儿呢啊！电话记录，桃园小区又发生了一起伤人案件。又是桃园小区？刘局刚才打来电话，让你们俩都去桃园小区的案发现场。那天是我值班，我是按医嘱配药，值班医生也正好是杨雪的主治医生。他打完点滴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，这有记录。这楼道的门每天晚上锁吗？不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们值班护士没看见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病区，是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整个病房大楼是封闭的，晚上9点半锁门，门口有保安值班。你们想问点什么？
杨雪临死以前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比如说哪儿不舒服？没有。那中间有没有什么人到病房来看过她？也没有，就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，有个戴眼镜的护士来给我们发药。我还问了他一句，我说小江怎么没来？他说小江临时有事儿，让他替班。哎，我们科根本就没有戴眼镜的护士。他给我和杨雪吃了药，我们俩就都睡着了。平时我睡眠特别不好，可偏偏那天睡得特别死。医生和护士抢救杨雪到大半夜，后来把我推出去了，我都没醒。那护士长什么样？戴个口罩，什么模样看不清，戴个眼镜，大概其好像30多岁。钝器，击中头部，跟上一起一样。孙队，我给你查过了，死者叫徐梦兰，38岁，住在小区的2单元5层，跟黄秀玉是住前后楼。连环杀人案。哎，你看这两人还长挺像，就是这个穿的洋点儿，这个穿的土点儿。这个徐梦兰结了2次婚，离了2次婚。哎，他们被袭击的部位相同，而且住在小区的前后楼，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名堂？难道凶手是冲着徐梦兰来的，而头一回错把黄秀玉当成了徐梦兰？哎，可是他没有留下字条啊。也许他觉着没有必要了。您好，夏经理。你好，请请对。哦，请进，请进。我们想知道你们那批批号为3A02805的纸的去向。那批纸是前天生产的，当时赶上高温天气，没控制好，全是压花，纸没达到要求，就全报废了。现在都留在厂里做办公用纸了。你看，用签字笔一写就阴。你们那同学的案子怎么样了呀？医生的处方里有洋地黄，但用量是准确的，按照医嘱起的是治疗作用。能想到用这招杀人的人，肯定懂医懂药。在我们同学里，彭亚飞和杨雪是太让人羡慕的一对了。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永远不变的爱情吗？你们说什么？杨雪是被谋杀的。你大学是学医的，我是学医的，可是我搞不清楚谁为什么要杀她。所以你应该知道治病和治病用药的剂量是多少。当然，是药3分毒，任何药都是有剂量的，就是人参，他吃多了也能死。杨雪去世的那天晚上，你几点钟离开的病房？你们的意思是我杀了我的妻子、我儿子的母亲？我倒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妻儿？你甭跟我胡扯，我在向死者的丈夫询问那天晚上的情况。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那天晚上除了主治医生和值班护士，还有什么人接触过你的妻子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尤其对于你。先查李金华。
夏明是千叶纸厂的经理吗？是。那张罪有应得的纸就是他们厂出的。这个人是徐梦兰的第2任老公。你觉得夏明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只泛泛地谈了2句。我觉得他是个很务实的人。知道我们的身份以后，表现得挺正常的，还开了2句玩笑呢。就让他先乐几天吧。哎，孙队，如果徐梦兰死了，谁得到好处最多？继承法不是有规定吗？对，继承法上规定，遗产继承人的顺序是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。徐梦兰的父母早就不在了，她的直系亲属只有哥哥，现在在广东。对啊，她结过2次婚，到目前还没有配偶，因此她的遗产只能传给女儿李佳。来，唐辉，下一步应该去见谁呀？第1任丈夫李庆华。不会吧？刚给他上了止痛药，他好不容易才睡着。他这样有多长时间了？快1个月了。他真的不能出去活动吗？一个肝癌晚期的病人，差不多每天都要抽腹水。你让他上哪儿活动？能下床去卫生间，就不错了。李静华，有人来看你。您好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想了解一下徐梦兰的情况。你们少跟我提她，我不认识这个婊子。你多久没看到她了？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。她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养活，不口不入。她被人打了，你知道她跟什么人有仇吗？啊？她被人打了，活该，罪有应得呀。他有什么罪？什么罪？嫌贫爱富，不守妇道，弃自己的女儿不顾，跟个小老板到处睡觉，被我抓住了，还当众说谎。这种女人就该送上道德法庭。其实，我很想见见李金华的女儿。她才13岁，不可能作案吧？我又没说她会作案。我只是想说，这个女孩可能会面临同时失去父母的双重打击。警察当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有的时候正义感和同情心也会打架呀。对，我希望这2种情绪分开。那当然。我不同意你把彭亚飞列为嫌疑人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你不是感情用事的人。我没有感情用事，我是真的非常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彭亚飞绝对不会把杨雪置于死地的。药性应该5个小时之后发作。那天晚上，彭亚飞8点半离开的病房，杨雪1点半发病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不是还有一个戴眼镜的护士吗？9点钟来病房发药的，你们的目标应该是他呀。当然也在查，可总不能这么简单就把彭亚飞给排除了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他们之间的感情真的非常好。你们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？至少5年了吧？你看到他们俩感情好，也是8年前他们上大学谈恋爱的时候。8年的时间，人会有很大的变化。夫妻之间也一样，
更何况他的妻子久病在床。有令人羡慕的爱情，未必就有令人满意的婚姻。喝水吧。谢谢。坐。你是我姐夫的同事？不是，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，跟你姐也是。上学的时候，常听你姐说起你，说你考上了复旦。要不是你在上海读书，我想我们早就应该见过面了。那你现在是警察？真的？听我姐夫说，他有个当法医的同学，非要验尸，这件事儿你听说了吗？你说的那个法医，就是我。是你？你站起来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我姐生前得了这种病，已经折腾得够惨了，现在她死了，你还要在她身上开膛破肚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是警察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我已经找好了律师，这场官司我要让你知道，法律和法医到底谁厉害。你听我说，你姐是药物中毒，而不是死于一般意义上的心脏病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你走，你走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别哭了啊，宝宝，别哭别哭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当着孩子说这件事儿。抱歉啊，我堵车了。真堵假堵啊？啊，小罗，又麻烦你帮我接孩子，辛苦你了。你们单位不是不坐班吗？怎么就你总是有事儿啊？爸爸。哎，我会找你的。哦，小璐，你看我这老同学也是头一回来，要不咱们就一起吃个饭吧。既然是老同学见面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儿子，你惹小姨生气了？是他。不许胡说！你最后一次看见徐梦兰是什么时候？2个月前，我们厂安装环保水循环系统，再加上换空调，又赶上月末发工资，一时钱紧，我就硬着头皮去找徐梦兰借钱。借多少？才5万。但凡有一点办法，我也不会去找前妻借钱。这点钱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太天真了。对不起，我没钱借给你，我正在办出国呢，我的钱都换成外币了，手头没有人民币。什么？你要出国？出国干什么呀？还接着卖服装，跟你说这叫投资移民。就你？怎么啦？我哪点比你差了？好，我祝你发大洋财。宋队，你觉得夏明的话可信吗？就算他在时间上撒了谎，就算是他杀的徐梦兰，可他也不会傻到用自己工厂出的纸去贴罪有应得4个字。再说，他也不可能没有接到5万块钱就杀人吧？徐经理不是要出国吗？这店他1个月前就盘出去了，现任老板基本上维持原样，什么都没变。徐梦兰经常来吗？每天都来啊。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找过他？特别是男的。
有一个小伙子来过，说是徐经理的侄子，是广州来的，问他家地址。那你告诉他了？说了，他听说徐经理想出国，要送送他。那个男孩长什么样？不到20吧，挺瘦的，1.75米左右。1.75米，能确定吗？能啊，因为他跟我高矮差不多。李佳，你几岁离开你妈妈的呀？6岁。李佳，想你妈妈吗？我不想，她不要我了。你有她的照片吗？佳佳，你再没有见过你妈吗？没有，我爸说她跟别人跑了。李佳这孩子特孝顺他爸爸，学习成绩还特别好。李佳，如果走在大街上见到妈妈，能认得出来吗？我妈，她还跟照片上长得一样吗？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我哥。哟，你不说我倒忘了，这李静华还有一个侄子，上技校呢，有19了吧？18。别说，这李静华还真得了他侄子的技了。李家他爸这一病，里里外外全靠李峰。这个家要没了李峰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你说。李峰是你叔叔家的孩子吧？我叔我婶儿早就死了，我哥从小就跟着我们。李佳，能看看你哥哥的东西吗？那天我对你，我知道你不是冲着我，你是冲着你姐夫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我姐夫在大学期间，除了跟我姐以外，还有别的女朋友吗？怎么了？我姐病重了这5年，他们很忙，总是让我帮着接彭帅。有一次在我姐家，我姐夫下楼去买东西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我姐叫我接，我就接了，是个女的。她说是我姐夫的大学同学，问他姓什么，有什么事儿，他就挂了。大学同学，不是有来电显示吗？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。还有，我姐去世以后，有时候我姐夫的手机一响，他就一个人到一边去接电话，在他自己家，他也要到别的房间去接，好像防着我跟彭帅。我问一个可能不太礼貌的问题，你姐姐和你姐夫的关系好吗？以前还行，我姐得病这5年，脾气越来越大，动不动就发火，有时候我都看不下去，谁让她有病呢？我们全家人都让着她，我估计也够我姐夫受的。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更何况是夫妻呢？小凤，说，你走了。说，我替你报仇了。我还替佳佳安排好了以后的生活。我也许不能再来照顾你。侄子无能，
只好出此下策。我杀了徐梦兰那个婊子，她死了，她的钱就不能出国了，佳佳就能得到她全部的财产。糊涂啊！你这个糊涂蛋，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呢？叔，是你把我养大的，我要报答你。一会儿佳佳来送饭，你就跟她说，我去外地实习去了。小凤，孩子还小，他不懂法呀。他是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李家的合法权益。带走。走。叔，小凤，小凤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让他干的，你们放了他，放了他抓我吧。你到现在还在怀疑我吗？我只是怀疑你对杨雪的感情。人的感情是会变的，有些人会，有些人不会。年龄在变，生活状态在变，这人自然也会变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彭亚飞，你能当着我的面接这个电话吗？当然。喂。啊，我知道。在家呢，家里有客人。先这样吧。喂，对，是在家里。我跟你说过有客人，回头给你打吧。我明天把一切都告诉你，在你的办公室。是我是心血管病医院的儿科医生，跟彭亚飞是大学同学，比他小一届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他。可是那会儿他连看都不正眼看我一眼。后来他结了婚，我也结了婚。由于感情不好，5年前就离了。就在3年前，他带杨雪到我们医院里边来看病，我就跟他打了招呼。当时杨雪在吗？不在。杨雪先后在我们医院里住了好几回院，我跟彭亚飞的见面次数就更多了。要说他对杨雪可真够好的，挺让人羡慕的。可是有一回，我就亲眼看见杨雪因为喝的水太凉了，对他大喊大叫。他心里其实挺苦的，也没人诉说，也就我能理解他。你们俩好了多久？2年。我根本就没想过要破坏他的家庭，我只想帮他。而且为了照顾杨雪的情绪，就没有告诉他我在这个医院工作。
就杨雪这病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根本治不了，活着也是受罪。可你是学医的，医生的天职是救人，而你却杀人。他给别人和他自己带来的只有痛苦。那你呢？你现在这样，难道没有给别人和自己带来痛苦？要是王晶晶自首的话，会帮他私缓吗？你会出庭吗？你呢？我是控方的证人，你是被告的。当你们告诉我杨雪是中毒死的时候，我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王晶晶干的。可她那么柔弱，我怎么也不能理解。后来你想通了？他提出来要和我结婚，我说过，只要杨雪还活着，我就不可能离。他才起了杀心。看来你们这对情人谈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应该谈婚姻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